嗨，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是做些数码还有游戏方面的个人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话呢，可以点下订阅或者关注哦。2020年，由于我所在的城市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我已经在家里宅了快1年了吧。所以说，在工作之余，我也就玩了不少的游戏，其中《对马岛之魂》应该是我心中的2020年的最佳游戏了。本期影片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关于《对马岛之魂》的游玩感受。如果你还没有入手这款游戏的话呢，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游戏的背景改编自1274年蒙古帝国攻打日本对马岛，讲述的是玩家扮演的日本对马岛武士近景人抵抗蒙古帝国守护对马岛的故事。这里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的是，1274年的蒙古帝国并不是中国元朝，此时南宋也是在抵御蒙古帝国，所以说比较在意这方面的玩家大可不必担心。游戏的开场画面十分的壮观，但故事的叙述略显尴尬。80个武士抗击蒙古先遣部队，怎么都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游戏一上来就比较注重传播日本传统武士的荣誉信仰，并作为反向例子将蒙古丑化为毫无荣誉感的恶魔，这也是给整个游戏定下了初步的古日本价值观，为后续的剧情做个合理基调的伏笔。整体的游戏为开放式世界剧情向游戏，剧情中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冲突。就比如说你在刺杀第一个敌人时，游戏中瞬间闪回到小的时候所接受的武士的荣誉的教育，而这与现实的冲突发人深思。而这些冲突精彩就精彩在于，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在于价值观跟处事理念的选择的不同所造成的冲突。又或是和尚的支线中，当面对同胞被屠杀，还有佛寺被攻击，而金刚怒目杀掉俘虏的心态的转变，人和舅舅对究竟是守护人命重要，还是恪守武士的信仰重要的冲突。游戏中时刻贯穿着这些人文信念元素，游玩过程中不断的通过游戏主角的选择也来叩问自身，仿佛玩家就是那个矛盾的中心，代入感极强。在最高难度下的开荒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游戏中的主角拥有4种不同的架势来应对4种不同武器使用者的敌人，每种架势对应相应的敌人具有优势，在战斗中不断切换架势来应对不同的人的操作极具特色，仿佛在模拟人脑在思考不同环境下的出招方式，个人感觉十分满意。但当架势不全时还是比较困难的，架势可以通过击杀武将和观察武将来学习，这点非常的写实啊，创意满满。本作还是十分贴实现实的画风，尤其是主角的刀法动作。游戏开发商为了真实还原日本的剑术，还特意请来了2位天心流兵法的武士大师来进行动作捕捉指导。整体游戏动作在不缺乏真实感的同时也十分流畅潇洒，个人感觉也是这个游戏最让人惊喜之处。再来说下画面，日系风格浓厚，风景优美，十分符合日本国风的审美。全开放性世界探索元素众多，在主线之后可以世界探索，拍下你喜欢的地方，感受游戏里的季节变化。游戏中多方面穿插日本佛教理念，战旗是展现日本武士家族的观念、荣耀信仰，还有不同的纪念碑、灯塔和特殊服装帽子。还有温泉，日本的温泉文化不光是洗涤身体，更是净化心灵。游戏中那句在困难时期更要保持冷静的心态深入人心，时时刻刻都在推广着自己的文化。对了，还有牌句，类似于中国的诗词，关键的时候可以根据你所选择的不同的句子进行组合出自己的牌句。游戏的本身是非常有良心的，免费的 DLC 开放了线上模式。线上模式和线下模式呢，它们是完全独立的故事。线上模式的故事更具有鬼神风格，它是来自于一个人的口述的故事中，而玩家呢则是扮演故事中的战鬼英雄，打倒1代而拯救日本。故事的剧情也是非常的饱满，解谜系统也是十分丰富，而且生存模式类似于暗黑风格，打斗节奏紧凑，装备套路的选择还有职业间配合的紧密，更是给这个游戏带来了极好的体验。
相对于我的游玩感受来说，这款游戏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尝试和入手的。无论是从游戏的人物动作、画面风格、故事叙述、剧情矛盾点的设计，以及游戏模式，还有游戏的价格，都可以称之为在我心目中2020年最值得入手的游戏之一。而且重中之重的是游戏的双重体验，免费的 DLC 提供的线上模式，还有比这个更良心的吗？好的，总体来说不错吧，点个赞，还有个关注吧，我是采薇，下个视频见。